Hello， 大家好，我是 Scott。今天我们来说今年科技界的大事件，3G 网络关停。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话题呢？大约3周之前，我的手机摔了个稀碎，意外阵亡了。这好巧不巧的，都知道马上苹果要发布新机了，那就等等呗。而且据说呢，这次苹果在 iPhone 16中也第一次推出了 AI 功能，终于是踏上了 AI 这波浪潮。几年没换手机的我呢，终于有换手机的理由。于是我就翻箱倒柜，找出了闲置的旧手机，想着凑合用1个月吧。结果还没用几天，我就开始收到了运营商的短信通知。第一句话就是3G 网络要关闭了，您的手机要变板砖了。这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学生时代。苹果手机第一次正式发布的时候呢，我还是个大3学生，就为了攒钱买一台 iPhone 3GS， 省吃俭用了整整1个学期。结果还是在百脑汇被忽悠买了一台翻新机。2011年刚出国留学的时候，3G 话费套餐贵得飞起。打电话按分钟算，流量又少，每个月都是掐着手指头算，就怕用超了。这真是好感慨，时间飞逝，青春不在了。所以我就想做一期视频，来回顾一下3G 技术的发展历史，也来聊一聊为什么它的关闭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这个几 G 啊，可能有朋友不太了解，会把它跟网速的那个几 G 带宽混淆。这里的 G 呢，指的是 generation， 也就是第几代的意思。而 3G 呢，指的就是第3代移动通信技术。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92年由国际电信联盟正式提出的。在此之前，因为美苏冷战的关系，每个国家都在选边站，工作重心都在维护国家安全上。那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世界转向和平之后呢，大家就想着别打仗了，赚钱要紧。所以这个时候，出国的出国，留学的留学，做买卖的做买卖，慢慢开始走入正轨。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这个2G 网络速度太慢了，慢到啥程度呢？我查了一下，2G 网络的速度最快呢，也就100 kbps， 平均只有10 kbps 的速度。这是啥概念呢？现在随便一张高清图片都有4到5兆大小，100 kbps 开个图片都得5-6分钟，就别说手机看视频或者视频通话什么的了。所以这个时候 3G 就诞生了。其实这个 3G 也不是说你想要做就能做的。因为这个手机信号是通过无线电传播的，而无线电是有信号频段的。那每个国家说，如果他们规范不一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通信了。你比如说，今天我在日本买个手机，想着下周去夏威夷度个假，结果到了以后想给酒店打个电话，打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频段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国际电信联盟就需要制定一个标准。国际电信联盟也叫做 ITU， 它的前身是巴黎的国际电报联盟。在1865年就成立了。那早在1998年的时候，国际电信联盟就制定了一个3G 的标准，其中就包括了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全球漫游等。所以在之后发展出来的3G 里呢，数据的传输速度从之前的10 kbps 直接提高到2 Mbps， 也就是之前的10到30倍左右。而现在的5G 的理论最高速度呢是20 Gbps， 是3G 的大概1万倍。所以虽然这个速度在咱们今天看来还是相当慢哈，但是搁在当年，那体验简直快了不知道多少。其实在3G 出现之前，2G 领域主要有2种技术，一个是 TDMA， 另外一个呢是 CDMA。 简单来说呢， TDMA 指的是在单个信道内服务多个用户，而 CDMA 呢指的是通过将无线电波进行分码处理，实现同一频率下多个信号的并发传输。打个比方呢，TDMA 就好比去超市买东西，大伙儿得排队结账，一个结完了才能轮到下一个。而 CDMA 呢，就好比是在网上买东西，大家一起下单，一起结账，不用你等我，我等你的。那为什么会有2种不同的标准呢？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导致的。在2G 时代呢，当时的龙头企业主要是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这些巨头公司，他们主导了2G 时代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标准 GSM。在2G 时代呢，电话号码也不像今天是直接存在手机里的，而是存在 SIM 卡里的。大家的沟通方式主要还是打电话、发短信。所以当时的欧洲大厂普遍坚持在2G 中使用 TDMA， 但美国的巨头高通则认为 CDMA 的技术呢要远远好于 TDMA。到了90年代末期，由于使用移动电话的人越来越多， TDMA 的局限性就很明显了。这就好比你还是去超市买东西，平时也就5到10个人排队，现在有2000个人排队，排到明年圣诞节都过完了，礼物还没买上。而为了证明 CDMA 更加强大，高通也投入了大量资源来试验论证和开发 CDMA 技术。事实证明呢，
高通赌对了。所以之后的 3G 技术是在 CDMA 的基础上开发而来的，而之后出现的 WCDMA、TD-SCDMA 和 CDMA 2000技术呢，也成为了 3G 时代的3大核心。但是标准归标准，3G 技术其实一直到2001年才开始慢慢普及的。2001年10月1日，日本最大的移动通讯企业都克摩公司推出了全球首个 3G 移动通讯服务 FOMA， 使用的呢是 WCDMA 的技术。这也象征着 3G 技术正式进入商业化发展，也标志着 3G 时代的到来。那说到这儿就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开发 3G 技术的是欧美国家，但第一个商用 3G 网络会出现在日本呢？这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投资回报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在2001年呢，日本有 1.2 亿人口，而日本领土的总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其中本州岛呢只有23万平方公里。这是啥概念呢？差不多每平方公里有324人。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同时期的美国呢，2001年美国人口是 2.85 亿，但美国的总面积大约是983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每平方公里只有29人，所以这个密度差了差不多11倍。因此，如果在日本推出 3G 网络的话呢，投资回报比较高，设置较少的基站就可以覆盖到更多的人群。而日本政府当时也有很多政策来扶持电子产业的发展，比如在2000年，日本政府就通过了无线电法案来规范 3G 通信的频谱分配。同时呢，日本也展开了 eJapan 战略，给电信行业的企业呢提供资金支持。而都克摩公司作为日本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本身就在移动通信领域有很强的研发能力。1999年，都克摩公司上线了 iMode 服务。这个服务搁在咱们今天不太好理解啊，现在咱们都是下载一个 app， 然后订阅 app 付费这样一种模式。而在当年的手机呢，因为网络还是2G， 并且大部分手机并不支持上网功能，即便是可以上网呢，速度也特别慢。所以 iMode 服务推出以后，就可以让用户浏览电子邮件、上网、下载图片铃声、购物等等。这项服务一经推出，就收获了市场巨大的反响。大家一看，哟，手机除了能打电话以外，还能干这么多事情。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开始使用 iMode 服务。所以，早在 3G 技术出现之前呢，很多日本消费者已经很习惯通过手机来和别人沟通、购物，或者是获得信息了。2003年的时候，居住在日本的Yoshi发布了第一部基于手机的小说《深爱》。这本书讲述了一个高中女生爱羽，在经历了背叛、欺骗和痛苦之后，最终意识到自己患上了艾滋病，孤独去世的悲剧命运。那由于手机的快速传播，这本书一经发布就成了热门小说，之后又被分拆为漫画、电视剧和电影等。那在日本成功推广了 3G 技术之后，韩国在2002年也紧随其后，推出了以 CDMA 2000为基础的 3G 网络。欧洲也在2004年进入了 3G 时代。其实我记得自己在上高中那会儿，班上就有同学也使用了2G 的手机，不过那个时候手机的功能非常有限，大多数只能玩一个贪吃蛇或者连连看这类的游戏。如果想上网的话呢，只能浏览那种用 WAP 协议写的网站，基本上都是纯文字，不能有图片，并且浏览器还得用支持压缩的那种浏览器，不然根本打不开网页。所以在2003年开始，由于 3G 在每个国家之间慢慢普及，大家也终于可以用手机随时随地的访问互联网。这一时期也可以被称为是 3G 的黄金时代。2002年，诺基亚推出了第一款支持 3G 的手机，诺基亚6650。不过那个时候的手机，因为都还是功能机，不像现在的手机可以装各种应用。虽然支持了更快的网络，但是使用体验跟现在比并不是很好。在2006年，N95 手机推出，这款手机也是当年的机皇，不仅仅支持 3G 网络，还有创新的滑盖设计。而当时最流行的手机，可能就是诺基亚的商务机系列171，几乎是人手一台。而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2007年，这一年苹果的 iPhone 手机正式发布了，同时 Android 系统也诞生了。它们的创新性在于开创了智能手机时代。过去的手机里面的应用一般都是预装在系统里的，用户不能自己安装新的应用，并且手机的功能非常单一，除了打电话、发短信、听听歌以外，基本上别的事儿都做不了。但 iPhone 的出现，尤其是2008年 App Store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个现状。用户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别的应用和游戏。不知道大家当时都喜欢在自己手机里下载什么应用程序和游戏，可以在留言区交流讨论。
其实当年诺基亚作为世界上手机出货量最大的厂商，也曾经想要改变一下的。当时的诺基亚手机搭载的是塞班系统，但这个系统有很多的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性就是这个系统非常复杂。那软件开发的人想要给塞班系统写程序的话呢，得先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所以很多程序员就不太愿意给塞班写程序，并且塞班系统最早并不是为触屏手机开发的，和现在的 iOS 和安卓操作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既缺乏应用又很难使用。虽然诺基亚也曾经尝试去改进塞班系统，或者是和微软合作去推出 Lumia 系列手机，还是难逃被收购的命运。其实 3G 技术的发展背后离不开一个关键的公司——高通。高通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移动芯片制造商，也是基础设备生产商。1985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厄文·马克·雅各布和安德鲁·维特比共同创建了高通公司，而英文名 Qualcomm 来自于 Quality Communication， 意思就是高质量的通信。其实他俩也不是一拍脑门就创业了，原因是因为国际通信组织 ITU 在1984年发布了一个报告，缺失的环节。在报告里指出，电信不应该是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受益的卓越新科技，每一个人都应该受益。所以厄文和安德鲁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报告的启发和号召，决定从事电信行业。其实早在1G 的时代，高通并没有引领市场潮流，摩托罗拉才是移动通讯的开创者。咱们经常在电影里看到通讯兵身上背的那个书包大小的东西，就是摩托罗拉研发出的第一代跨时代的无线通信产品 SCR300， 也就是大哥大的原型。而在2G 时代呢，高通因为标准之争跟欧洲的厂商们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早在1993年，高通的 CDMA 技术就已经被美国电信标准委员会采纳为 RS95 标准，成为了北美地区2G 移动通信的主流技术。为了证明 CDMA 更加强大呢，高通也孤注一掷，投入了大量资源来试验论证和开发相关技术，同时还雇佣了庞大的律师团队，将所有跟 CDMA 相关的专利收集注册，以保证自己的核心专利牢牢封死在自己的手里。最终呢，也把自己成功塑造成了专利流氓。虽然是遭人恨吧，但是呢，也不得不说，高通的坚持也是 3G 网络技术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进入了90年代末期，由于使用电话的人越来越多，网络数据量也大幅增加， TDMA 的局限性呢就暴露无遗了。此时的欧洲大厂们也不得不感慨，当年高通的决策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此时手握大批 CDMA 技术专利的高通呢，仅仅就是靠收取专利使用费就赚得盆满钵满。而在 3G 时代，由于网速和带宽的提高，我们也看到很多应用开始出现。2004年，扎克伯格和其他哈佛大学的校友们共同创建了 Facebook， 可以让用户在平台上发表动态，与朋友们互动。2006年 ，Twitter， 也就是现在的 X 平台诞生了。不同于 Facebook 的是呢，Twitter 最初只允许用户发表140个字符以内的贴文，而它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体网站之一。2010年，Uber 正式在旧金山推出服务，初期它主要是依赖 3G 网络来连接乘客和司机的。用户通过 Uber 应用程序可以轻松地叫车，并且支付车费。它也是利用 3G 网络提供实时定位、车辆调度等信息，使得打车变得非常方便。2010年，尼泊尔网络供应商 Ncell 与中兴通讯公司合作，在通往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南坡路线上呢，安装了8个3G 基站，最高的基站呢位于海拔约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附近，这让登山者能够实时在推特上分享挑战世界最高峰的故事。而由于 3G 时代网络速度更快，也催生了 YouTube 和 Netflix 这些流媒体巨头的崛起。有数据统计呢，仅在2011年，全球通过 3G 网络观看视频的用户较之前增长了3倍。也是在同一年，韩国互联网公司 Naver 开发的一款即时通讯软件 Line 诞生。由于设计简洁、功能丰富， Line 也迅速成为了日本、泰国、台湾等地的主流社交平台。其实想一想啊，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些软件，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诞生的。可以想象一个通讯技术的提高对于时代的推动有多大的作用。有数据统计说，苹果应用商店在2011年11月22号的晚上就迎来了第100亿次的下载，这距离它开放仅仅过去了2年半的时间。虽然 3G 技术这么优秀哈，其实它还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虽然对比2G 来说，它的速度已经提高了10几倍，但毕竟最高理论的下载速度也只有3 Mbps 左右。这个速度要是想开个视频会议那就不行了，卡到亲妈都不认识。
你这说一句话，对方得等个半天才能有动静，那不是开会，简直是开玩笑。并且 3G 网络的延迟比较高，不太适合一些对延迟有要求的应用。比如大家现在如果有买股票的话呢，大多都是通过网络平台购买的。如果延迟特别高，这边下达一个卖出指令，结果那边股票已经跌停了，还没卖出去呢，这不就亏了？还有打游戏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玩堡垒之夜或者是 CS 这类需要快速反应的游戏，你按下瞄准射击，结果网络太卡了，你被别人瞄准射击了。所以为了解决 3G 的这些痛点呢，在2010年，4G 技术应运而生。4G 的网络速度和容量远远超过3G，为高清视频流、在线游戏、物联网呢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使用 4G 网络的体验吗？那种无缝流畅观看视频的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很快呢，4G 网络普及开来，几乎让 3G 显得有些过时。4G 的最高理论下载速度是100Mbps， 这大概是3G 的30多倍。而这最直接的受益者呢，就是现在的流媒体服务。大家都喜欢看 YouTube 和 Netflix， 尤其喜欢上面的高清视频。但这些视频需要更大的带宽来保障数据的传输和视频的流畅播放。所以在 3G 下，看视频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自从 COVID 以后呢，很多公司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模式。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喜欢找一个咖啡厅或者什么舒适的地方坐着移动办公开会。而在这其中呢，无论是远程视频会议还是文件传输，都离不开高速的网络。而现在火热的自动驾驶技术中，也需要车辆能够实时的连接到互联网络，及时更新数据，并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快速决策。3G 网络的延迟和传输速率限制了车辆之间的实时通信，无法支持高要求的车联网应用。所以在2010年左右，4G 开始逐渐取代3G，成为全球主流的移动通信标准。这也验证了摩尔定律的预言，技术的发展呢是呈指数级的。3G 网络作为过渡性的技术，虽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它最终将被先进的技术所淘汰。进入2020年呢，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将逐步关闭 3G 网络。澳大利亚的主要电信运营商，比如说像 Telstra、Optus 和 TPG 呢，分别宣布将在2024年关闭 3G 服务，腾出频谱资源用于更加高效的 4G 和 5G 的网络。这一趋势也不局限于澳大利亚，全球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然而，3G 网络的关闭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许多依赖于 3G 网络的设备都必须进行技术升级，以适应新的网络环境。比如我知道的，现在还有很多老年人使用的紧急报警器就依赖于 3G 网络。在物流行业中，许多设备都还依赖于 3G 网络进行实时追踪和通信，而这些设备在网络关闭后将失去作用。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把 3G 网络关停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频谱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要维持 3G 网络运营的话呢，就需要给它分配一定的频谱，让 3G 服务在上面运营。这就好比总共只有8个车道，2个给自行车，2个给摩托车，4个给汽车。但现在没人骑自行车了，于是就把自行车道关了，留给别的交通工具。截止到2024年底，大多数国家已经关闭了 3G 网络，或者准备在未来的几年内关闭。回顾历史，好像是技术之间在互相成就。2007年，3G 网络的普及成就了苹果手机的崛起。2024年，苹果公司凭借着 iPhone 16开启人工智能普及的新时代，也送走了早已力不从心的 3G 网络，正应了那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敢救人。3G 网络，一代人的青春，青春不老，友情不落幕。也希望在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不是封闭自己，而是多与旧时的老友、儿时的伙伴常联系。